我们人的身体啊，有各种各样的怪病啊，找不到原因。那么医生呢，做了各种各样现有的检查，最后得出结论是什么呢？说你这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医生呢，似乎出了一口气，找到了原因。而对病人来讲呢，这是一种绝望和沮丧，因为自身免疫性病还是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只知道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在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且这种病呢越来越多，它是治癌症和心脏病之后第3大人类疾病，70%以上呢都影响的是女性。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跟大家解密一下，到底什么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它真的没有原因吗？我们自己应该在食物方面做哪些调整，就是有可能防治至少减轻自身免疫性疾病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那么什么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呢？简单的来讲，就是你自己的免疫系统不把自己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当成异物，产生抗体对它进行攻击。这种攻击可以出现在全身80种以上的不同部位，有的时候呢是慢慢出现的，有的时候呢是突然出现的。比如说关节、皮肤肌肉有炎症，或者是视力、听力嗅觉出问题，或者是内脏器官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都有一个全身的症状，比如说极度疲劳、全身疼痛、虚弱无力，有的人会感到头晕目眩，有的人觉得大脑很容易犯迷糊，而且它的症状呢是忽好忽坏，取决于身体免疫系统的反应。对病人来讲这种病找不到原因，看不到尽头，又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那么这时候呢，就非常容易的沮丧和痛苦。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被误导了，来攻击我们自身。那么是什么东西会误导我们免疫系统产生这样的反应呢？我们先来看看最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实呢，自身免疫性疾病100多种以上，但是最常见的呢是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它主要表现为关节的慢性炎症疼痛、肿胀、僵硬。还有就前一段时间因为周海媚的病案引起大家非常关注的红斑狼疮，这也是一个可以影响到皮肤、肌肉、关节、肾脏、大脑和其他多器官的疾病，它可以表现为疲劳、皮疹、关节疼痛和内脏的功能问题。还有一种多发性硬化症，多发性硬化症呢，主要是免疫系统攻击我们神经系统，造成神经足表面的那个髓鞘被损害，可以影响视力、影响平衡、影响运动影响的认知功能。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一个病例就是一个年轻女性突然的双目失明最后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经过多方面的治疗，目前她的视力呢恢复了50%以上，但是还是不很理想。这种病真的是非常难治的。另外一种就是乳糜泻，实际上乳糜泻就是我们对麸质的一种过敏反应，造成小肠发炎损害，引起呢严重的营养不良。其实呢，麸质过敏反应还会造成全身系统性炎性病变，所以症状呢非常的复杂。我们很多人没有这种乳糜泻，也就是说没有过敏反应但是呢它有对麸质的敏感性反应，所以造成的症状呢相对比较轻微，但是呢又不容易被发现。慢性疲劳、关节疼痛、注意力不能集中等等，都可能是麸质敏感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恶性贫血，它会造成呢人体无法吸收足够的维生素 B12， 那么不能产生我们所需要的红细胞。另外就是白癜风皮肤的黑色素细胞被攻击，导致身体不同部位呢造成这种脱色的斑块曾经有网友让我谈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顺便解答一下，它也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还有就是流皮癣，那么流皮癣呢实际上是由于皮肤细胞堆积造成一种又红又痒的这种银屑病。还有一组就是炎性消化道肠炎、克隆氏病、溃疡性结肠炎。另外呢就是桥本氏病就是我们甲状腺受到损害，那么它表现为疲劳和体重增加。我们有的朋友他甲状腺功能还正常但是呢他这里面发现了有抗甲状腺的抗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甲状腺迟早要走到桥本氏病这一步。还有就是阿尔迭森综合症，就肾上腺它不能够分泌足够的荷尔蒙导致了疲劳、恶心和体重减轻。另外呢还有一种巴塞杜氏病，就是甲状腺分泌过度还有 Sjogren 综合症，造成皮肤、眼睛口腔干燥综合症。另外呢还有1型糖尿病，这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那么什么人会得这个呢？当然首先是遗传因素啊，我们知道一个人的遗传基因啊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这个身体呢对遗传基因它也是有调控的啊，调控的好，那么它就不会出那么大的问题，如果调控的机制不好的话，就会出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过去讲过啊，有甲基化不足的人啊，有比罗廖症的人啊，他的调控能力就比较差。第二就是感染，因为感染它对我们身体啊造成了一种免疫反应，那么同时呢，很多情况下感染我们的病原菌啊，常常我们是不能够把它彻底的清除的，所以它常常隐藏在身体的某个部位，等到你免疫功能不行的时候，它又跳出来影响你，它还可能误导身体产生抗体，这个抗体呢可能对自身的组织细胞都有损害，也就是说就成了免疫性疾病。所以很多急性感染之后呢，变成了一种慢性疾病啊，或者慢性感染，就你这时候你不太容易找到感染的细菌，但是呢，你能够查到因为感染身体产生的抗体。这个抗体啊，现在不光是针对啊原来的细菌啊病毒，它甚至可以针对我们自己的器官组织和细胞本身。还有就是环境的因素了，这就是我们非常强调我们吃的饮食、食物中含有的毒素，以及我们胃肠道菌群的平衡都非常重要。不管是外来感染还是自身的免疫反应，最终呢，它的表现就是一个慢性炎症。因此呢，我们就要考虑在我们的食物中啊引进抗炎的食物，同时呢，要避免那些导致炎症的食物。那么哪些食物对我们自身免疫功能有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呢？2001年发表在风湿病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啊，素食但是不能够含有麸质，它能够改善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这研究发现啊，类风湿关节炎的人啊，他的钾的含量都偏低，如果食物中含钾比较高的话，那么可能会减低它的症状。那么哪些食物含钾呢？主要是植物性的啊，像鳄梨，也就是牛油果啊，南瓜、菠菜、红薯、石榴和香蕉。另外有研究发现啊，如果我们的食物里面含有更多的纤维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K、镁、钾、叶酸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呢对我们免疫功能啊都有非常好的影响。所以不管怎么样，吃各种各样颜色的蔬菜，它有很好的抗炎作用。比如说羽衣甘蓝、芥菜、油麦菜、卷心菜和西兰花都是对我们免疫功能非常好的蔬菜，因为它们含有很多的抗氧化剂、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蘑菇也是个好东西，它有很大的抗炎作用。2005年在《炎症介质》这个杂志上呢有个研究啊，蘑菇呢它可以抑制癌症、抑制自身免疫性疾病，还可以缓解过敏的症状啊。蘑菇呢千万不要错过。洋葱里面含有苦皮素，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它可以抑制呢骨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里面的一些炎性的化学物质，像白三烯啊、前列腺素和组织胺，所以呢它有缓解症状的作用。另外就是南瓜，南瓜有各种各样的，都是抗炎非常好的食物，它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抗氧化剂，像玉米黄质啊、叶黄素啊，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另外就是萝卜啊，这个萝卜里面它含有抗氧化剂，含有葡萄糖苷酸盐和类胡萝卜素，它还含有很多维生素 C、钾、镁、钙、锌等等。下面呢就是一些超级美味的香料啊，像生姜啊、辣椒、丁香、大蒜、肉桂和姜黄。这个姜黄啊，尤其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我们过去介绍过姜黄素啊。这个2007年呢，发表在《实验医学和生物进展》一项研究发现呢，这个姜黄素啊，它对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关节炎、牛皮癣和炎性肠炎都有帮助。它还能让关节疼痛减少 60%， 关节僵硬减少 73%。另外一大原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胃肠道。我们知道肠黏膜是一个非常薄的一层膜，这个细胞和细胞之间呢有空隙啊，这个空隙非常重要，它把我们营养物质吸收进去，把不好的东西排除在外。但是呢，如果我们吃的东西啊，或者造成的感染引起了肠漏，也就是说这个间隙功能受到损害，不该进到身体的进到身体了，该吸收进来的没吸收进来，该排除在外的跑进来了，这就造成我们身体的一种免疫性的反应。我们把它叫自身免疫，其实呢它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你肠道出现了所谓的肠漏，所谓的肠道渗漏的情况。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饱和脂肪酸啊，2012年在《自然》杂志上有文章啊，发现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吃多了，它会分解我们肠道里面健康的细菌，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炎症，导致免疫反应增强和组织的损伤。哪些食物里面含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呢？黄油、奶酪、红肉啊，还有其他的动物食品当中。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饱和脂肪酸也分长链、中链和短链的，是吧？它们的功能性质也不太一样。不管怎么样，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要减少使用饱和脂肪酸。那么怎样保护胃肠道健康呢？我们曾经讲过啊，你可以吃富含益生菌的食物，你也可以补充益生菌，你可以吃发酵的泡菜、酸奶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补充益生菌。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奶制品对很多人来讲是不耐受的，可能会增加你的免疫反应。同时呢，益生菌呢还特别喜欢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啊，像大蒜、韭菜、洋葱、芦笋、苹果、亚麻籽等等，都含有很多肠道益生菌喜欢的特殊纤维。那么哪些食物我们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不能吃呢？第一就是麸质，不管你有没有过敏，麸质呢尽量小吃，我们身体不能消化它。另外很多麸质呢来自于转基因之后的产品，你至少可以戒3到6个月看看它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健康方面的影响。其实呢，对于没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我们都不希望身体里面产生慢性炎症，所以呢尽量离麸质远一点。2014年有一项研究发现呢，这个麸质呢，它可能会通过增加炎症，加重多发性硬化症、哮喘和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第二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吃的糖，糖不用说是吧，会对有遗传风险的1型糖尿病影响很大。同时呢，各种各样的糖，葡萄糖、果糖、蔗糖都会损害免疫系统，杀害这个白细胞对抗威胁的能力。曾经做个视频专门讲糖对免疫力的影响，大家可以参阅。另外就是动物产品相对来讲呢，容易增加我们自身免疫性的炎性反应，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像牛奶、鸡蛋中的蛋白质它容易造成身体的一种免疫反应，还有各种肉类是吧，它们的饲养添加了很多化学物质、激素、抗生素等等，那么这些呢都会让体内产生炎性反应。另外呢，这些食物当中呢含有欧米伽6比较多，它是增加身体炎性反应的脂肪酸，所以呢都会造成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加重。2010年美国饮食协会有一个研究发现呢，如果你吃素3个月，这些关节疼痛肿胀僵硬等等症状呢都会缓解很多。很多年以前，科学家们就发现高动物脂肪的食物呢会造成炎性的飙升在4个小时左右达到峰值所以呢，对吃动物产品的人来讲还是减少比较好。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是有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的。先从食物开始，我们过去关于姜黄素牛油果、大蒜以及麸质这些内容呢，大家都可以再看一下，对我们自身免疫性疾病呢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有什么问题呢也提出来，我们以后可以进一步的探讨。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订阅。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